当他破水而出时，一丝光明洒在他的身上，勾勒出他挺拔的身姿。邱福和那4位大道散修者一直守在海域之上，见到萧炎出来，他们的脸上立刻露出了关切的神情。邱福抢先一步问道：萧兄，你没事吧？那声音中满是担忧。萧炎看了看邱福，微微摇了摇头，平静地回答道：没什么事，只是给空间树妖王逃走了。然而邱福的脸上却没有丝毫失落的表现，他望着远处的海面，眼神中透着一种豁达和坦然，淡淡道：或许这就是我的命吧，各位兄弟也不用为我担心了，能够认识你们和萧兄，我也死而无憾了。他的声音在海风中飘荡，带着一种历经沧桑后的从容。那4位大道散修者听了邱福的话，心中五味杂陈，因为想要驱除他身上的毒液，只有萧炎能够就得了，而这次又让空间树妖王逃脱，对他来说或许是一种沉重的打击，但即便如此，邱福也没有因此而表现出来。萧炎看着邱福，心中对他多了几分敬佩，他走上前去，拍了拍邱福的肩膀，说道：邱福兄不必如此，空间树妖王逃脱只是暂时的，因为他好像从那虚无中消失的，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那虚无中定然有某种入口，不然空间树妖王不可能会在我的眼皮底下消失。入口？虚无之中有什么入口？邱福和4位大道散修者满脸写着好奇，他们的眼睛瞪得溜圆，死死地盯着萧炎，仿佛要从他脸上看出答案。邱福更是身体前倾，双手不自觉地攥紧了衣摆。这时萧炎缓缓开口，或许是某种进入某个世界或是某个神秘领域的入口吧，声音沉稳而笃定，在众人耳边回荡。闻言，邱福等人的眼中隐隐间流露出一丝诧异的惊芒，江源原本就紧锁的眉头皱得更紧，他双手抱臂，一副沉思的模样，沉声道：就如萧兄所言，那我们如何找到那虚无入口？他的眼神里满是期待与急切。萧炎意味深长地看了看江源，目光深邃，仿佛能看透他心底的想法。片刻后，他给出了回答：我有办法。就在这时，邱福在无人察觉的情况下，情绪有了明显的变化，他的呼吸变得急促，双手微微颤抖，眼神中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渴望。萧兄，你有什么办法？一道激动的声音从邱福口中传出，这声音带着一丝颤抖，像是压抑已久的情感突然爆发。萧炎也没有多想，他的身影如鬼魅般闪现，来到了刚刚那些光束的旁边。这些光束散发着神秘的炙热气息，光芒时明时暗，仿佛在诉说着曾经这里的古老故事。想要知道虚无中的入口，只能从这些光束中寻找答案了。萧炎抬起手臂，掌心中突然有一道火苗燃烧而起，这火苗呈现3种颜色，跳动的火苗中仿佛蕴含着无尽的奥秘。他毫不犹豫地将火苗注入那些光束中，火苗接触到光束的瞬间发出滋滋的声响，光束的光芒也随之剧烈地闪烁起来。紧接着，萧炎紧闭双眼，体内的火焰之心力量如汹涌的潮水般涌动，他能感觉到那股力量在经脉中奔腾，每一次流动都带着万火精华的炽热温度。在睁眼的瞬间，萧炎的瞳孔变成了火焰之眼，熊熊火焰在瞳孔中燃烧，散发出万火齐聚的气息。这就是火焰之心的万火玉忌，火焰心之眼。只有火焰心之眼才可以窥探这些光束内部火焰能量的运行轨迹，而只要观察到这些炙热气息的真正来源之处，那么那里就是虚无的真正入口。萧兄的瞳孔怎么化为了一道火焰之眼？江源等大道散修者瞪大了眼睛，脸上露出无比的吃惊之色。他们甚至不自觉地往后退了一步，眼中带着震撼与惧意，因为看到萧炎的那一双火焰之眼时，就仿佛自己所有的招式和力量都会被洞察暴露在对方的眼前。而邱福则是不动声色地默默站在原地，目光中流转着蓄势待发的某种光芒，他的双手微微握拳，指关节因为用力而泛白。萧兄，你的天赋与实力的确与其他大道主神不同，可比他们高出了数个层次。下一秒，邱福喃喃自语，嘴角微微地掀起一道微妙的幅度。而远处，在萧炎的火焰心之眼捕捉下，那些火属性能量在光束中蜿蜒流动，仿佛一条条灵动的蛟龙在神秘的幽静中穿梭。这些能量轨迹如同神秘的脉络，每一处转折都像是古老的符文，蕴含着独特而玄奥的规律。萧炎的眼神无比专注，眉头紧锁，额头上甚至冒出了细密的汗珠。他全神贯注地试图从这些轨迹中找到虚无入口的精准位置。火焰之眼不停转动着，散发出炽热而明亮的万火之光，将周围的一切能量律动都尽收火焰之眼中。随着观察的深入，那些光束中的所有能量轨迹朝着虚无深处齐聚，它们像是被一股无形的强大力量牵引着，快速地汇聚在一起，而且速度越来越快，光芒也越来越盛，仿佛在酝酿着一场惊天动地的风暴。然而下一秒，萧炎的脸色瞬间大变，因为那些能量的汇聚竟是形成了一道世界的图案。那图案逐渐清晰，展现在萧炎的火焰心之眼面前，那是一个充满无数生机的大世界，
空气中都弥漫着无比浓郁的神之力量，并且无数神奇强者个个踏空而行。这些神奇之中，有的领悟大道之法，有的则是领悟大道之上造化之法。他们都是大道主神以及造化主神，实力无比的恐怖。就是在这充满无数主神生存的大世界中，却发生了一次诡异的变故。突然，这方大世界的天穹之上，一道黑色的诡异之源滴落在这个大世界中。这诡异之源散发着无尽的黑暗和邪恶。在诡异之源落入大地的那一瞬间，这个大世界上的亿万生灵涂炭，惨叫声此起彼伏，仿佛是来自地狱的哀嚎。啊啊！惨叫的声音在这黑暗的世界中回荡，让人毛骨悚然。天地间只剩下黑暗诡异，毁灭之风呼啸，夹杂着凄厉的鬼哭狼嚎。原本湛蓝的天空变得漆黑如墨，整个世界陷入了无尽的黑暗动乱之中。即便是造化主神，这些站在神界域之巅，领悟造化规则之法的存在，若被那诡异之源沾染一丝，都会瞬间被侵蚀，成为黑暗诡异的一部分，失去自我意识，沦为邪恶的傀儡。萧炎看到这样的画面时无比震惊，他的身体微微颤抖，乃至神魂深处也对那一道黑色诡异之源感到恐惧与难以置信。他从未见过如此恐怖的场景，那股充满黑暗动乱的气息，任何力量在其面前都无法抵挡。画面如梦幻泡影般到这里戛然而止，消失得无影无踪。萧炎却宛如还身处那恐怖的大世界之中，惊魂未散。他的胸膛剧烈起伏，呼吸变得急促而沉重，仿佛刚刚经历了一场那种画面中的绝望感。冷汗湿透了他的后背，发丝贴在脸颊上，脸色无比的凝重。刚刚那是什么？是幻觉吗？但是为什么给我如此真实的感受？好可怕！萧炎眉头紧锁，眼中满是困惑与不解。他喃喃自语，声音中带着一丝颤抖。那恐怖的画面在他脑海中不断盘旋，挥之不去。就在这时，粉老那低沉而又熟悉的声音传入他的耳朵：“小家伙，你刚刚看到的画面并非是幻觉，而是真真实实被映照出来的某个世界画面。”萧炎一听，震惊无比，他的眼睛瞪得滚圆，眼神中充满了难以置信。真实映照出来的世界画面，粉老那个世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？还有我所看到的那一道诡异之源是什么？为什么会有如此邪恶的黑暗气息？他急切地问道，声音中透露出一丝紧张和恐惧。面对萧炎的问答，粉老却沉默不语。这沉默仿佛是一道无形的墙，将萧炎与真相隔离开来。空气中弥漫着一种压抑的气氛，萧炎的心中涌起一股不安。粉老！见到粉老没有回应，萧炎再次呼唤了一声，声音中带着一丝焦急。片刻之后，粉老才缓缓开口：“有一些事情不是我不说，而是我也不能说太多，因为你现在正在经历一次你的劫难。不过我只能告诉你，等你获得这里的火焰本源时，你自然会知晓其中的秘密。那个黑暗动乱的时代。”他的声音平淡而沉稳，却又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意味。粉老最终也没有将答案说出来，而是将答案抛给了所谓的火焰本源。当然萧炎也不傻，他自然听出了粉老的意思。他微微皱眉，眼神变得坚定起来。他知道，想要揭开这个秘密，就必须去寻找那火焰本源，这无疑又是一场充满危险和挑战的历练。不过话又说回来，这里存在的是什么火焰，居然能够映照出世界的真实画面？萧炎的眼中闪烁着炽热的光芒，显然对这火焰的映照奇能产生了浓厚的兴趣。就在这时，邱福的声音突然传来：“萧兄，虚无入口找到了吗？”这声音在寂静的氛围中显得格外突兀。萧炎微微一怔，心中不禁再次对邱福产生了怀疑。他微微皱眉，一副若有所思的模样，暗自道：“邱福兄好像很在意虚无入口。”他的眼神变得深邃起来。旋即，萧炎很平静地开口道：“邱福兄，入口还没找到，但是我想应该就在那海域之下的虚无某个区域中。”萧炎表面上不动声色，内心却在警惕地思索着邱福的意图。话音落下，萧炎不再理会外界的干扰，再次全身心地投入到与光束中炙热能量的感应之中。他闭上双眼，将掌心中的那一道火苗中的力量完全释放出来，与那些炙热的能量融为一体。他的火焰星之眼紧跟着那些炙热能量的轨迹，如同一位敏锐的猎手追踪着猎物的踪迹。